惊人消息，中国房价还要暴跌40%，信托公司密集暴雷，资产安全岌岌可危。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神州大地，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房地产数据，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数据显示，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有57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58个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更可怕的是，70个大中城市中，69个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70个城市二手房价格全面下跌。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式进入了一轮严重的下行通道，泡沫正在被残酷地戳破。仔细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房地产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虽然环比只下跌了0.1%，看似没有太大问题，但其实隐藏着更大的风险。原因就在于这0.1%的跌幅主要源自于上海大量豪宅项目的成交，这些高价位的房源将整体价格拉高了。但如果剔除这些高端物业，一线城市新房实际上也正在快速下跌。而2、3线城市的新房价格下跌势头更加凶猛，环比下跌0.3%和0.4%，同比下跌2%和3.4%，说明了广大普通百姓购房的痛苦。更令人担忧的是，二手房市场的下跌势头更加猛烈。数据显示，3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7%，同比下跌7.3%，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1个百分点。2、3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5%，同比分别下跌5.9%和5.7%。这也意味着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补跌趋势已经确立，今年将是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补跌的关键年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下跌幅度大于2、3线城市，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这不仅仅是一线城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2、3线城市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共同命运。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走向更加可怕的局面。而房地产市场的下跌也必然会引发连锁反应。我们已经看到，信托业正在经历密集的暴雷潮。从2023年5月到2024年4月，先后有新华信托、中融信托、爱建信托、平安信托等多家大型信托机构暴雷或面临危机。这些信托公司的破产或违约，都与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信托业长期以来一直高度依赖房地产行业，大量资金通过信托产品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但随着房地产销售下滑，这些底层资产无法为高回报率的信托产品提供支撑，于是信托公司接连暴雷。更让人担忧的是，在保交房政策的影响下，信托产品从原本的优先偿还资产变成了劣后资产。这意味着，即便是之前被认为是刚性兑付的信托产品，也面临着巨大的违约风险。此外，中国信托业的法律地位一直存在模糊性，更像是一种无限制的理财产品，这也加剧了信托业的系统性风险。一旦出现大规模的信托违约，将会引发连锁反应，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可以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正在引发中国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房价下跌导致信托业暴雷，信托业的危机又会进一步冲击房地产市场，两个行业相互依存、相互牵制，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知道，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房产是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但现在，这一财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有分析称，在未来1到2年内，中国房价可能会下跌40%左右。这意味着一套原本400万的房子，可能只值240万。
对于那些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梦。他们辛苦多年攒下的首付，在瞬间就化为乌有。更可怕的是，即便是原本被视为刚性兑付的信托产品，也面临着巨大的违约风险。我们已经看到新华信托、中融信托、爱建信托等多家大型信托机构纷纷爆雷，这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场经济大动荡中，中国人的财富正在快速流失，房地产和信托业的双重危机正在吞噬着普通百姓多年来辛苦积累的财富。如果说房地产和信托行业的危机只是影响到了一些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资产，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恐怕就更令人心痛了。因为在这场房地产崩盘的浪潮中，不仅是资产遭受重创，就连工作岗位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一位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的李先生诉说，由于公司业务大幅萎缩，他正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我们公司最近一直在裁员，已经有不少同事被迫离职了。作为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我真的非常担心，万一失去了这份工作，以后该何去何从啊？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房地产崩盘的大背景下，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房地产开发、营销、中介等，都面临着大规模裁员的风险。有的公司干脆选择直接停业，让员工彻底丧失了工作。在这场席卷中国的危机中，无疑是中产阶级最先成为牺牲品。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不仅夺走了他们多年积攒的财富，也将他们从所谓的小康生活中拽了下来，重新沦为了不温饱的阶层。可以说，这一切都让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梦，化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这场房地产和信托行业的大危机，恐怕才是真正的噩梦。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建立在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参与房地产投资，还是购买各种金融理财产品，普通百姓无一例外都成为了韭菜。而如今，这些曾经被视为致富捷径的资产，又一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和信托行业频繁暴雷的背景下，广大普通百姓的资产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过去，我们总是被告知，房子是最安全的投资，信托理财也是国家最安全的金融工具。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谎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百姓的存款、保险，甚至是股票等资产，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对于大多数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他们往往连基本的生存资料都难以维持，又怎么能承受得起如此巨大的资产损失呢？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他们辛苦攒下的钱，如今正在一点点流失。有人说，在这场经济动荡中，中国人的财富正在被掏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也无法幸免。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者，还是信托产品持有者，他们的财富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那些原本拥有100万甚至上千万资产的人来说，如今恐怕连一套小房子都买不起了。他们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这场经济大动荡中，中国人的财富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正在引发一场连锁反应，房价下跌导致信托业暴雷，信托业的危机又会进一步冲击房地产市场。这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